嗱，呢隻神鳥鳳凰啦。爭少少，喺頭度加個光圈，咁神鳥啦。一支筆寫得好係妙筆生花，寫得唔好就係順手塗鴉。毛筆發展咗幾千年嘅書寫工具，點畫之間寫下幾多英雄豪傑、百代文中。幾千年前嘅毛筆同你今日所見嘅毛筆有咩分別呢？從一支毛筆嘅設計用料，完全睇到背後一位文具控嘅執着。今日就睇下毛筆嘅進化史啦。唔想錯過更多有趣嘅藝術文化歷史故事，就快啲訂閱行雲雜記啦。筆嘅本質係畫，甲骨文字形就好似一隻手執筆嘅形象。毛筆好有可能喺6000幾年前嘅石器時代就已經出現，而目前已知最原始嘅毛筆咧就好似掃把咁嘅，一支木桿或者竹竿喺尾端圍上筆毛，再用繩綁緊。信陽出土嘅戰國毛筆咧就係呢種做法。不過試諗下用掃把寫字，筆芯係中空噶，筆毛好容易一按就散開，所以後嚟咧就有人將筆桿劈開，筆毛夾喺裏面，然之後再綁實，解決咗筆芯中空嘅問題。呢支毛筆仲用咗上等嘅土豪，除咗用繩綁實之外，仲喺外面加上一層漆，防止佢甩毛。而再後嚟咧，更加進步就係有筆頭嘅出現，先將筆毛紮實，然之後再喺筆桿尾端轉一個窿，用嚟將筆頭放入去，固定好之後咧，就成為一支毛筆啦。當然之後嘅竹管亦都好自然成為筆桿嘅主要材料之一啦。喺雲霧睡虎地秦墓出土嘅就係竹製嘅插入式毛筆。而你見到戰國時期到秦代嘅毛筆咧，都係比較幼細嘅。一嚟係因為筆頭細啦，二嚟係因為直到漢代都有爭筆嘅習慣。詞托爭筆一詞講嘅就係侍從官吏手提書囊，頭上爭筆，方便隨時隨地辦公記事。睇嚟古代嘅打工仔都唔易做，都要隨時隨地待命辦公。而呢支係居然漢墓出土嘅毛筆，由4片木條夾實筆毛，再喺外面圍上細繩，加上漆固定筆毛。筆嘅另一端係收尖，就係方便插喺髮髻上面。就算後嚟製作出更大嘅筆頭咧，都依舊有保留到呢個習慣。既然解決咗固定筆毛嘅問題，當然就去到用料上面嘅追求。喺武威漢墓出土嘅一支毛筆咧，就係堅毫筆，使用咗紫黑色嘅硬毫為筆芯，再圍上啡黃色嘅軟毛。呢層軟毛可以稱為副毫。堅毫筆喺儲物同埋保持筆鋒彈性兩方面都係兼顧到。所以呢支毛筆嘅做工已經更加精細，而且筆桿仲刻有製筆工嘅名白馬作3個字，其實都係體現咗古代墨勒功名以考其成嘅制度。江湖險惡，我從來都唔輕易留低我嘅性命。而到咗漢末魏晉時期，甚至有增加到3層副毫，筆芯更加用獨立嘅細絲紮實，稱為遺誕筆。不過其實係張之做嘅筆。遺誕係佢嘅粉絲記錄咗呢支筆嘅構造，只係可惜實物並冇流傳到落嚟。到唐代流行用錢字筆，可以話係追求筆芯嘅極致。呢支毛筆嘅毫毛已經消失，可以清楚見到明顯嘅3層錢字。喺中心嘅筆毛又稱為命毛，再加上副毫覆蓋咗裏面嘅錢字，同時可以增加儲物。呢支毛筆更加用上鹿毛、馬毛、狸毛3種毫毛，再捲上3層錢字，其實更加有捲上5層嘅錢字筆。而錢字筆嘅筆鋒雖然短，但係出鋒尖銳，筆力十足。錢字筆好歸好，但係做工繁瑣，成本高，適合寫細字，但係儲物量比較細。所以後嚟有一個重大嘅改變，到咗宋代流行用無芯散卓筆，筆芯加粗，只有1層副毫。按黃庭堅嘅記錄咧，筆毫長寸半，有1寸都係藏喺筆桿裏面。換算翻而家嘅單位，1寸大概3 cm， 所以宋代散卓筆嘅出鋒咧大概有1.5 cm。而家普遍買到嘅毛筆咧都係屬於散卓筆一類，只係現代製筆普遍做唔到筆頭深入筆桿2/3咁多。而黃庭堅就係散卓筆嘅忠實粉絲。而呢支宋代毛筆可以歸為散卓筆一類，使用嘅係狼毫，用絲帶包裹，連筆毛都保存完整。古代常用嘅筆毛有兔毫、羊毫、狼毫。狼毫即係黃鼠狼毛，山麻即係水鹿毛，仲有石寬。呢支明代嘅御筆就係用寬毛為材料，筆桿裝飾華麗，用漆繪有金龍嘅圖案。而至明代起可以話係文具控嘅天下，唔單單係追求好寫好用，仲要靚，而且有寫大字嘅豆筆。而呢支筆雖然相比之下看似簡單，但其珍貴之處就係筆桿係使用咗玳瑁所製嘅。而到咗清代，奢華呢方面當然唔會輸蝕啦。除咗使用象牙雕刻，亦都有使用珐琅工藝設計嘅毛筆。
甚至有加入外來文化嘅風格設計。咁多支華麗嘅毛筆可能睇到你眼花繚亂，但對古代考生嚟講，最就手嘅可能係呢支狀元及第筆。邊個話一支筆只可以有一個筆頭？呢支筆呢就有4個筆頭啦。呢個係筆管中可以收納雙頭嘅毛筆。睇咗咁多支毛筆，邊支最得你心呢？用筆嘅最高境界唔係易到不除，落紙還煙，而係多謝你觀看。如果你中意今日嘅內容，想請你幫忙讚好分享呢條影片，亦都歡迎留言分享你嘅睇法。如果你對東方藝術文化歷史嘅內容有興趣，就記得訂閱我哋呢個 channel。下一集繼續同大家一齊睇文物、聽故事，不見不散。